魏无羡也说不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开始的，大多是因为他喝多了酒，靠在一个结实的胸膛上，而环抱着他的蓝忘机闻起来那么温柔那么甜。魏婴，蓝忘机的嗓音有一点点犹疑，被夜风吻过。魏无羡吊儿郎当一笑，酒过半巡，嗓音和眼睛都依然清亮。叫夫君。魏无羡赶着醉意闷闷的一笑，一只手环着身前的小酒壶，侧过头去，用另一只手挠了挠蓝忘机的下巴，小小的啄吻伴着烫意落在蓝忘机颈侧，带得蓝忘机的呼吸缓缓一滞。他们二人策马林间，身下那匹高头选马一步一踏，时不时喷一下鼻息，缰绳和马鞍上的环碰撞着发出叮当轻响，显然不知道坐在他身上的二人在搞什么名堂。蓝忘机的喉结滚动了一下，声音不自觉地沉了，嗓音有些哑，攥紧了手中的缰绳，才缓缓道：别闹。魏无羡咧嘴一笑，探出些许掺着酒气的热息，他支棱出一根不老实的食指，指尖从蓝忘机的下颌滑下蓝忘机的颈线，最后探进了蓝忘机的领子。冰冰凉凉的手指在那一小块贴着领子的暖暖的皮肤上打了一圈转，他微微坐起身，明知故问，在蓝忘机耳边小声道：我闹什么了，韩光俊？你说啊，说了我就不闹了。蓝忘机的右手绕着缰绳不好动作，遂松开了环着魏无羡腰间的手臂，一把抓住魏无羡那只勾着他领口的手指，攥紧了，道：先回去。魏无羡放声大笑，道：哈哈哈哈，怎么忽然要回去了？回去做什么？不是我说，蓝湛，我就是帮你整整领子，你想什么呢？蓝忘机一时没能答上来，浅色的眼睛在魏无羡面上停留了一瞬，眼底淡淡划过一道无可奈何的谴责，松开了抓住魏无羡手指的手，再次改用手臂圈住他的腰，轻轻夹了一下马腹，目视前方去了。魏无羡乐不可支，推开小酒壶的盖子，又喝了一口，唏嘘道：哎呀，蓝湛，你说说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要是让叔父知道了，肯定说我带坏了你。可是你看，我现在就碰碰你，你自己就想到歪路上去了，这是我的错吗？蓝忘机把魏无羡圈在怀里，依旧看着前方，目不斜视，缰绳在手上松开，又绕了一圈，风轻云淡地道：你的错。于是魏无羡点点头，自顾自的道：都到你们蓝家人不打诳语，那看来还就是我的错了，那我没办法了，谁叫我魅力太大了呢？蓝忘机没答，在月色下勾了勾唇角，微不可察。这间话了了，魏无羡半歪不歪的靠在蓝忘机肩上，从蓝忘机怀里抬起头看着他，月色在树影间穿梭，一会儿追上他们，一会儿又被落在身后，照得蓝忘机的面容一时如虚如幻。哎，蓝湛，就这么看了一会儿，魏无羡在这不急不缓的颠簸中坐直了一点，凑上去道：你刚刚还没回答我呢。答什么？蓝忘机嗓音淡淡的问，像是怕惊了如水的夜色。我说，想听你叫夫君。蓝忘机垂下眸，看见魏无羡冲他嘻嘻一笑，顿了顿，又把目光转回了路上去。魏无羡撅了撅嘴，煞有介事的质问道：怎么耍赖啊？蓝忘机问道：为何？因为我想听啊。你说我人也给你了，什么都给你了，你也叫声夫君来听听，咱们等价交换吗？蓝忘机抿了一下唇，微微调整了一下缰绳，虽沉默着，可魏无羡知道这不是个拒绝，他几乎能嗅到蓝忘机思考的气息。于是魏无羡连忙给自己加砝码，趁热打铁道：你看，咱们这样，我叫你3声夫君，换你叫我1次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划算？蓝忘机没答，魏无羡的目光在蓝忘机的眉宇间流连一圈，揣摩了一瞬，微微挑起一边唇角，凑上前去，悄悄在他耳边吐了几句轻语。蓝忘机挽着缰绳的手指蜷得紧了一点，语罢，魏无羡退回身来，拍拍蓝忘机的胸膛道：怎么样，这回划算了吧？蓝忘机的眉梢轻扬，道：是。魏无羡这下跟得了令似的，一下子把腰板挺得老直，侧过身，用胳膊圈住蓝忘机的后颈，笑嘻嘻的强迫蓝忘机看着他：那我们就这么说好了呀，不许赖账。好。蓝忘机目不转睛的看着他，言简意赅。可魏无羡清了清嗓子，晃了晃蓝忘机，道：那我叫了呀。蓝忘机看着他，等着。魏无羡又顺势从酒壶里喝了一口酒，咽下去了，勾着蓝忘机的脖颈，踢了踢腿，道：夫君。他
他的嗓音清朗，在寂静的林间明晰可辨，被夜风带过花草，仿佛对自己叫的这一声很满意似的。魏无羡自顾自地点了点头，换了个一本正经的语调，又道：“夫君。”魏无羡似是叫出点意思，干脆开始换招法的叫：“夫君，夫君，夫君，夫君。”魏婴，夫君。魏无羡完全没有停下的打算，震了一下右手臂，跟唱话本似的放开了声音，冲着天地道：“蓝忘机，我的夫君。”就在他打算尝试一下秦腔唱法的时候，魏无羡一下回过神来，转过头道：“等等，这叫了几声了都？哎呀，叫多了。蓝湛该你。”小酒壶吧嗒一声落到了地上，砸到了马蹄前。他们身下的马在黑漆漆的夜里惊叫一声，撒蹄向前奔去。魏无羡脑子里晕晕乎乎的，蓝忘机忽然来吻他，他便下意识扣住了蓝忘机的后脑，张开了嘴，把他拉近自己，狠狠吻回去。他那条灵巧柔软的舌头舔过蓝忘机的齿关和上颌，正要侵占得更深，被蓝忘机不由分说地推了回去，剩下几声呜咽吞了下去。吻得意乱情迷，魏无羡捧着蓝忘机颈侧的手，顺着蓝忘机的颈线滑进蓝忘机的衣服里，给人家前襟扯了个半开，正停留在蓝忘机的胸肌上，欲意开油，却被蓝忘机一把抓住，拧了回去。魏无羡在夜风里吐出一口气，为了稳住自己的身体，不得不抓紧马鞍前端，开始本能地随着马的跃动上下起伏身体。而他身后，蓝忘机的手已经不由他拒绝地扯松了他衣间的布料。不是，蓝湛，你等等。魏无羡抓着马鞍，上气不接下气地道：“这骑马呢？”蓝忘机在他耳边道：“你说的。”没停下手上的动作。我没说是现在啊。魏无羡被那道气息烫红了耳根，腿一软，跌坐回马鞍上，尾椎骨被颠了一下，贼疼，赶紧又屈膝站起来。魏无羡叫苦不迭，想起小时候那个严厉的驯马师傅教他们骑马时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说如果不想被颠断了骨头，就要好好骑，把屁股抬起来，别跟个死墩子一样，就知道坐在上面。魏无羡一部分的理智叫他认真骑马，两条屈膝踩着马蹬的腿却在打颤，意识被蓝忘机手掌的触感填满，身体不由得瑟缩起来。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完整版。蓝湛，本频道每月12日的短篇福利将放在冰箱中，输入免费试听的账号密码就可以听了。但影片只保留1个月，下个月12日就会换成新的影片，所以记得订阅本频道，才不会失去免费试听的机会哟。免费试听的账号密码，频道简介中也有，大家都成年了，自己动手找吧。蓝湛，我们继续啊。魏无羡觉得自己着了魔，魂魄扒在蓝忘机身上，被来来回回抽插成7片，快要失魂落魄。终于在狂风骤雨中回过点神，魏无羡便神志不清地开始思索，这是不是就是蓝忘机的计划，把他干到不省人事，就不用叫他夫君了，遂赶紧地道：“蓝湛，我要听。”就在这时，一道白色的身影像是一抹幻影窜过林间，在他们的视野里一闪而过。魏无羡吓了一跳，惊呼道：“蓝湛！”蓝忘机一瞬间抬起了眼，速度快到浅色的瞳里刺出一道月光，那只揽在魏无羡身前的手挽了一圈缰绳，向下一压，再向左用力一扯，玄马嘶叫一声，起身而立，一跃而起。我操啊！魏无羡骂出了此生最响亮的一句脏话。夜莺和乌鸦一时间拍打翅膀，扑出林间，在魏无羡的声音里卷起一道小风暴。玄马再度嘶叫，马蹄落地，踏出几道黄土，踱步几下，万籁俱寂，一只白色的小兔子蹦落在马蹄前，被魏无羡这一声尖叫吓呆在了原地，僵住了，微微动了动耳朵，倒是一根兔毛都没伤到。玄马喷出一声鼻息，也受惊不小，在原地甩了甩头，叹息了一下，忽觉身上一沉。魏无羡整个人都垮在了马鞍上，小口吸气进气。蓝忘机试探着道：“魏婴。”魏无羡趴在马鞍上，他破碎不堪地喘息着，故意没答。蓝忘机又沉声道：“魏婴。”这次语气里掺上了那么一丝轻快，仿佛隐隐有笑意。魏无羡闷哼了一声，从马鞍上爬起来，往后一倒，被一个满腹檀香的怀抱接住。玄马在他们身下甩了甩头，嗅了嗅一旁的草丛，探头过去嚼了2下。魏无羡躺在蓝忘机身上，虚着一只手，下意识去摸自己的小腹处，想确认自己没被劈成2半。片刻，找回了一丝力气，魏无羡才哼哼着道：“
叫谁魏婴呢？他听见蓝忘机在他耳边轻笑了一下，蓝忘机那只挽着缰绳的手臂从他的胸前穿过，另一只手圈在他的腰间，暖暖的收紧了，牢牢的环抱住他。夜莺落回在树梢，拍打翅膀2下。蓝忘机在他耳边轻轻道：夫君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